当我捧着为妻子定制的戒指走到卧室门口时，却发现他和另外一个男人亲吻娇喘。宝贝，他到现在还不知道儿子是我的，给我白养儿子7年。我手里的戒指掉落在地上，扶住墙，恶心到生理性呕吐。7年婚姻，我像一条狗一样讨好秦雨薇，结果养了7年的儿子不是自己的。这样的女人就像是烂掉的鞋，就应该扔进垃圾桶里。我拨通了那个尘封7年的号码。爸，我想回家了。少爷，老爷已经等了您7年了，您终于想通了。陈伯带着一众保镖把我接回庄园的时候，秦雨薇正和他的情人在泳池里激吻。他们还不知道，就在刚刚，这座城市60%的财富迎来了新的主人。整整7年，在秦雨薇面前，我活得像条狗一样。就在刚才，他把手机随手扔在了客厅的岛台上，屏幕朝下，手机壳上粉色的钻晃到了我的眼。我鬼使神差般的拿起他的手机，没有密码。7年了，秦雨薇从不避讳我，或许他认为我没有这个胆子，又或许他太过信任我对他的爱。我点开屏幕上的未读短信，全部来自同一个陌生的号码，没有备注，但是联系频繁。滑动屏幕，看着他们暧昧露骨的对话，一句一句出现在我眼前。雨薇，睡了吗？刚才在应酬，好想你，好想摸摸你。这条短信后面跟着的是一张他们2个在宾馆的艳照，秦雨薇穿着暴露，在镜头面前搔首弄姿。结婚7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秦雨薇，这让我一时无法相信，甚至开始幻想这是合成的。可是我点开照片，左右滑动了2下，却发现了更多不堪入目的照片，越来越多的艳照映入我的眼帘，后面的堪比岛国大片。我感到一阵反胃，胃里一股酸水涌了上来，整个人头晕目眩。我赶紧返回，深呼吸了好几口才平静下来，继续耐着性子看后面的内容。可没想到后面的内容更加炸裂，让我终身难忘。儿子睡了吗？他长得越来越像我了。今天我带他去打疫苗，他哭起来简直和我一模一样。那件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一直这样瞒着他也不是个办法，宝宝越来越大了，长得也越来越像我，迟早瞒不住的。那个傻货还以为是自己的种呢，真是笑死了，白给我养了6年儿子。短信上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根烧红的钢针，精准地扎在我的眼球上。仔仔长得像他，我看向侧卧紧闭的房门，忽然想通了。这几个月，仔仔突然性情大变，动不动对我又打又骂，甚至有的时候还在大庭广众之下说我是废物，根本配不上他妈妈。我一直以为是我和秦雨薇偶尔拌嘴被仔仔听见了，还一直自责自己没有教好孩子，没想到他们竟然已经父子相认了。这对狗男女在背后肯定没少这么说我，所以才会给仔仔留下这种印象。仔仔竟然不是我的儿子，这句话一直在我脑海中回荡，我整个人气血上涌，握着手机的手用力到指节发白。浴室里传来哗啦啦的水声，秦雨薇还在洗澡，玻璃门上映出她曼妙的身材。7年来，我为了和他在一起，不惜和家里决裂，放弃了全市首富财产的继承权，伤透了我爸的心。我从一个有棱有角的男人，变成了现在这副唯唯诺诺，每天只知道围着灶台转的家庭主妇。大学毕业，我为了和秦雨薇在一起，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拒绝了家里的帮助，选择了当地一个小公司发展。这一切都是因为秦雨薇说她不喜欢待在家里成为家庭主妇，我便主动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原来我只是一个舔狗，而且舔到最后一无所有了，连儿子也不是我亲生的。我沉浸在这种巨大的悲痛下难以自拔，没有注意到浴室的水声已经停了。秦雨薇裹着浴袍走出来，头发丝还有几缕湿漉漉的贴在脸上，她的目光一下子就落在了我的手上。宋明朗，你干什么？你拿我手机干嘛？秦雨薇尖叫出声，语气里满是厌烦。我没有回她，眼睛死死地盯着屏幕上不断弹出的新短信。你看我短信。秦雨薇有些心虚，尖叫着从我的手里把手机抢走。她第一时间是在指责我拿她的手机，丝毫没有要向我解释的意思，仿佛做错事的人是我。我抬起头和秦雨薇对视，那张脸我曾经在梦里都觉得美得不可方物，可是如今却让我有些反胃。你最近在忙什么？我努力克制住情绪，让自己看起来和往常一样，可秦雨薇的面色却变了，面膜之下的脸突然有些僵硬，眼神也开始闪躲，但只一瞬间，她便立马恢复了以往的嚣张跋扈。我能干什么？除了在外面忙工作，我能忙什么？大晚上你发什么疯？我死死地盯着秦雨薇的眼睛，甚至还期待着她能和我说一句实话。秦雨薇绕过我，想要回卧室，一边走还一边吐槽我突如其来的质问。发什么神经？破工作又不顺心了。我放弃了最好的机会，就在这里委曲求全获得的工作，在他眼里从来不值一提。我随着秦雨薇一起回到卧室，看着我们曾经恩爱的地方，我觉得这里肮脏至极。原本我想直接和秦雨薇摊牌，可看着她坐在梳妆台前，抹着我给她买的昂贵护肤品，身上穿着花了我1个月工资买的真丝睡衣，我突然改变了主意。既然秦雨薇既要又要，那就让她一直活在这样的云端中，再猛地摔下来，岂不是更好玩？秦雨薇气呼呼的上床，留给我一个后背。我看着她的背影，在肩膀处有一个不易察觉的吻痕。我已经很久没和她亲热，这绝不是我留下的。我忍住恶心，从背后把秦雨薇搂到怀里，轻声哄着。对不起，雨薇，你知道的，我是因为太爱你了，所以才一时冲动，我不是故意拿你手机的，我什么都没干。秦雨薇用胳膊肘用力地倒了我一下，我的肚子传来一阵痛感，我故意拖了好久才理她，装作很痛的样子。秦雨薇有些慌了，转过身来想要哄我，我咬了咬牙，把她拥入怀里。秦雨薇被我逗笑，终于不再生气。我又耐着性子哄了她好久，她才沉沉睡过去。趁着秦雨薇睡着，我偷偷拿过她的手机，把所有的艳照和聊天截图全部投送到我的手机上。做完一切，我抱起枕头去了书房，装作无事发生已经是我的极限，再也做不到和她同床共枕。第二天一早，秦雨薇起床的时候，我已经把仔仔送去了幼儿园。她也并没有注意到我昨晚没有睡在她身边，她已经习惯了我像个保姆一样早起照顾她的生活。把秦雨薇送走，我发了邮件，辞掉了那个
我根本不感兴趣的工作，开始打包收拾自己的东西。看着眼前这个和秦雨薇生活了7年的房子，我有些恍惚。整个房子里我的东西不多，甚至加上衣服，我只装了2个行李箱就带走了我全部的东西。为了不让秦雨薇发现我的异样，我像往常出差一样，在冰箱里给秦雨薇留了饭菜。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我所谓的出差，还给秦雨薇留下了几个针孔摄像头，大多集中在卧室里，还有客厅和阳台。我躲在我出差的这几天里，他们会不知廉耻的在这个房子里厮混。最后我收集了仔仔的几根头发，虽然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可是还是想亲眼看看鉴定结果。给秦雨薇发完出差的微信，我转身就住进了5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看着眼前精致的早餐，我竟然有些不适应。7年了，为了秦雨薇那个女人，我把自己活成了苦行僧，甚至都要忘了我本来就是众星捧月的豪门继承人。我拿着仔仔的头发找到了死党沈安，这家伙嘴还是那么毒，说我儿子出生时他就猜到会有这一天。行了，别看了，不是你的。那轻飘飘的一张纸，却像一把锤子砸碎了我的天灵盖。我下意识想撕碎报告，沈安却淡淡的提醒我，重新打印要收钱。那一刻，我想杀人的心都有了，但我不仅要人，还要让他们付出代价。为了掐灭想弄死秦雨薇的冲动，沈安带我来了久违的酒局。以前这帮兄弟劝我也听不进去，现在看来我真是蠢得可笑。正喝着，我感觉一道目光一直粘在我身上，一回头是沈安的妹妹沈知音。离我妹远点，她现在的手段可了不得。沈安在我耳边念叨，那群酒肉朋友起哄，让我庆祝脱离苦海。我靠在真皮沙发上，脑子里全是秦雨薇那些虚伪的恩爱画面，只觉得恶心。明朗哥，我现在是做律师的，如果有需要，你可以联系我。怎么，离婚官司也结？对方出轨，能不能净身出户？你选我，我能让他净身出户，连底裤都不剩。这小丫头够狠，我喜欢。我收下名片，加了她微信，翻看她的朋友圈，最新一条竟然停留在我结婚那天，配文是祝你幸福。回到酒店，我打开了家里的隐形监控，画面还没出来，秦雨薇那令人作呕的娇喘声先钻进了我的耳朵。果然，我前脚刚走，他们就迫不及待了。我忍着反胃放大画面，终于看清了那个男人的脸。我没在监控里看到仔仔，看来秦雨薇为了偷情，又把孩子扔给他妈了。看着屏幕里他那副从未有过的浪荡样，我一拳砸在床头柜上。私家侦探的效率很高，季浩然已婚，居然还是我名下分公司的销售经理，花着我的钱，睡着我的老婆，住着我的房。好，很好。资料显示，他老婆林晓正在申请调岗，夫妻不和，看来他也闻到腥味了，这将是我最好的。看着面前这个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女人，我推过去一杯热咖啡。林晓，我们的复仇开始了。宋先生，对不起，我不知道他们已经到这一步了。林晓开口的时候有些哽咽，可是我惊讶地发现她的嘴角有伤，似乎是刚被打过。你我都是受害者，没有什么对不起之说，错的是他们。我把一个文件夹推到他面前，这里面有他们出轨的证据。林晓颤抖着手接过文件夹，可是刚看了一张照片，她愤怒地把墨镜摘了下来，露出脸上的伤痕，红肿的眼眶。这女人是谁？听见林晓这么说，我突然一个机灵。什么叫这女人是谁？林晓不是已经知道季浩然出轨了吗？难道季浩然还有其他的出轨对象？林女士，你先别激动，你不知道季浩然出轨的对象是谁吗？林晓双目猩红，顾不得自己那点体面了，疯狂的摇头，声音颤抖。季浩然竟然脚踩好几条船，不要脸！我快速的理了理当前的线索，看来这个季浩然还有其他的出轨对象，而秦雨薇只是其中一个。她叫秦雨薇，是我老婆，她和季浩然有个儿子叫仔仔，我养了他6年。我平静地对林晓说出这件事，冷静到仿佛这件事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他们有孩子6年了。林晓更加激动了，眼泪从眼角止不住的滑落。对，我养了6年的儿子是他的。我要毁了他们，你需要我做什么？我可以配合你。我没有对林晓全盘托出，到目前为止我还不能完全信任他。临走前，我看着林晓脸上的伤，终于忍不住开口问道：林女士，方便问一下，你脸上的伤？金汉然打的，我看他手机，发现他可能出轨，他就动手打了我。虽然是意料之中的答案，但是听见他这样平静地说出来，我还是有些惊讶。如果有需要，去这里找外科苏主任，提我的名字，他会帮你。林晓看着名片上是本地最有名的私家医院，一般人根本消费不起，有些疑惑地看向我。宋先生，我不明白，您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会看上他？大概是年轻时眼睛瞎了吧。回到酒店，我掏出手机，熟练地拨出一个号码，那个号码在我手机里沉寂了7年。这7年，我一直能收到一笔汇款，不多不少，刚好够我维持家用。有的时候生活拮据，汇款就会多一些。我知道是父亲在背后默默付出。电话很快被接通，电话那头传来陈伯激动的声音：少爷，是你吗？你终于肯联系老爷了。陈伯的声音有些颤抖，隔着屏幕我都能感受到他的激动。陈伯，我想回家看看爸。好，我马上和老爷说，他知道一定很开心。少爷，您什么时候回来？我派人去接你。和陈伯交代好一切，刚挂断电话，沈知音发来了微信，他已经初步拟好了离婚协议，还附带了几条专业性的建议。明朗哥，根据你目前给出的证据，只能证明秦雨薇是国内出轨，属于过错方，但是要想做到净身出户，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和时间。我简单的回复了一个好，就把手机扔到一边。电脑上不断传来秦雨薇和季浩然的喘息声，时不时的还要吐槽我2句无能。我把电脑关上，不带一丝情绪。这几天我已经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也不会再因为秦雨薇的背叛而感到伤心了。我现在要的
只是他们两个付出代价。第二天一早，陈博安排的车就到了楼下，我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坐上了限量款的劳斯莱斯，车子平稳地往山顶的别墅驶去。路上，我收到了秦雨薇的短信，你什么时候回来？仔仔吵着要听你讲故事，今晚回来吗？他又拿孩子当借口，试探我是否回去。很快，车子到了别墅门口，我看着阔别已久的家，心里无比悔恨，真想抽之前的自己一个耳光。少爷，老爷在书房等你，这么多年你在外面受苦了。陈博老远就出来迎接我，看见我时眼里有些模糊。陈博大概是知道我最近发生了什么，不然不会这么快就找到我的位置，也不会一脸心疼。我推开书房的门，父亲正背对着我，听见开门的声音，他激动地转过头，老二回来了。他还是那么慈眉善目的，虽然是本地首富，但是身上一点架子和气场都没有。爸，对不起。我快步走过去，扶着父亲的胳膊。好，回来就好，总得吃点苦头才能长大。我猜的没错，这几年我的一举一动，父亲都清楚，甚至还会偷偷的跑去学校看仔仔。爸，仔仔不是我的儿子，是秦雨薇和别人生的。听见我这样，父亲气得把手里的手串差点扯断了。这个死丫头，我早就看她不行，竟然做这种丑事，需要我帮你解决吗？我摇摇头，告诉父亲我已经有计划了。父亲想让我接手他的公司，我答应了，但是要让父亲给了我几天时间，我要处理完这个事情才能完全接手。父亲安排陈博先带我熟悉公司业务，我穿了一件普通的套装就跟陈博去了总公司，却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季浩然。我和他是在大厅里遇到的，他手里抱着一堆文件，快速的从电梯里走出来，一直低着头，没注意到面前的我，直接整个人撞到我的肩膀上。他连忙蹲下捡起来，嘴里却不停的嘀咕，说我走路不长眼睛。一旁的陈博刚想出口制止，就被我按了下去，背过身去，不想看他。可没想到季浩然竟然越来越嚣张。你小子走路不长眼吗？撞到人了也不说个抱歉。陈博刚想上前教训他，却被我制止了。电梯门关上的前一刻，季浩然才站起来，透过门缝，他似乎看见了我的脸，有些不可思议，想看得更清楚些，电梯门却已经关上了。陈博带我去了顶楼的办公室，把公司的高层领导都叫来，简单的对我做了介绍。离开会议室后，陈博还是那些老话，担心我一个人处理不好这些烂摊子。少爷，您放心去吧，公司这边我帮您安排，什么时候想回来就随时回来，您需不需要公司法务部门出手？咱们公司的法务都是本市最好的，对付那几个跳梁小丑简直是降维打击。我想起了沈之英，那丫头虽然年轻，但手段够狠，而且更懂怎么让人生不如死。这里不需要动用家族的力量。不了吧，我已经找了一个律师了，如果有需要，我会联系你的。从总公司出来，私家侦探早在车里等候多时。他递给我一沓厚厚的文件，沉甸甸的，像是某种罪证的判决书。我打开文件，里面是季浩然全部的资料，详细到了他每一笔开房记录。这个吃软饭的男人，胃口倒是好得很。资料显示，他现在还在联系的女人不止秦雨薇一个，还有几个年轻的网红，甚至有几个是有钱的富婆，他都有涉猎，在这个圈子里左右逢源。他吃的还真全啊！我有些想笑，这就是秦雨薇费尽心思背叛我，甚至还要给我生孩子也要留下的男人，也不过如此，一直到处发情的泰迪罢了。宋老板，我这里还有一点关于季浩然的消息，不过和您那边有关系，我不知道该不该放进去。看着私家侦探支支吾吾的样子，我合上文件，冷冷地看向他。你说吧，到现在这一步，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糟糕？季浩然还有一个情人，是您后妈的侄女苏小雨。苏怡的侄女，这个名字让我有些意外。我妈死后，我爸一个人过了很久。后来我出去上学，他自己一个人孤单，慢慢的喜欢上了骑行。苏怡就是他在骑行的时候认识的。我对这个苏怡了解不多，只知道她性格温婉，但我怎么也没想到她的侄女竟然也和季浩然扯上了关系。季浩然这只手伸得还真长，这是想把我们宋家连锅端了。好，我知道了，查一下他们到哪一步了。我查过了，苏小雨大学毕业就去了宋氏集团上班，是季浩然的领导，他们俩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原来如此，看来这个季浩然要的不仅仅是这些女人，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欢愉，他盯着的是苏小雨背后的关系，是公司的钱和权。既然他想玩这么大，那我就送他一个大礼包吧。第二天一早，我空着手回了我和秦雨薇那个所谓的家。我提前看好了监控，白天这个时候，秦雨薇和季浩然刚走，还不会来这里厮混。一进门，一股奢靡腐烂的味道扑面而来。我看着满地的狼藉，甚至在卧室的垃圾桶里，我还看到了几个显眼的避孕套包装袋，真是让人恶心。他们在我的床上用着我的钱，做着最下流的事。趁着秦雨薇还没回来，我强忍着胃里的翻江倒海，快速把家里安装的隐形摄像头拆了，并把那些不堪入目的证据拍了特写照片，全部发给了沈之英。做完这一切，我开始打扫卫生。当秦雨薇推开门回来的时候，屋里已经焕然一新，饭菜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她看到我正围着那个她熟悉的围裙，把刚刚外卖点的汤盛到碗里，像极了过去7年里每一个平常的日夜。你怎么回来了？秦雨薇被我的突然袭击吓了一大跳，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惊恐。赶紧环视四周，发现家里已经被我收拾得一尘不染，连那个罪恶的垃圾桶都被倒空了。他心里大概也明白了个大概，看着他这副心虚的样子，我就觉得好笑。他以为我还是和以前一样，那个对他忠心耿耿的宋明朗，哪怕知道了他和别的男人不干净，也会为了那个所谓的家一再忍让。今天中午就回来了，来吃饭吧，一会儿我去接仔仔。秦雨薇听见我要去接仔仔，立马变了脸，声音瞬间拔高了8度。不用，我去接。我被他尖锐的声音吓得手一抖，汤洒出来一点。我假装不知道其中的猫腻，皱起眉头，露出不悦的神情。怎么了？你反应这么大干什么？不是，我的意思是
事，你刚出差回来，辛苦了。一会儿我去我妈那里接仔仔。秦雨薇说话都有些结巴，眼神飘忽不定。其实我在回家之前已经去学校看过了，老师告诉我仔仔今天被他叔叔接走了，今天下午会和季浩然一起出去玩，所以我才故意这样提议，就是为了吓一吓秦雨薇。没关系，我还好，你工作一天也辛苦了，还是我去吧。我耐着性子，装作和之前一样，对他在那一副舔狗的样子，甚至走过去想帮他拿包。宋明朗，你别给脸不要脸，我说不用你去就不用你去。秦雨薇瞬间撕下了伪装，变了一副嘴脸。我沉默不作声，默默给秦雨薇夹菜，像以前一样。这样的日子我过了7年。只要秦雨薇不高兴，立马就对我大呼小叫。以前我觉得这是她是女王脾气，现在看来只是因为不爱，所以肆无忌惮。秦雨薇简单吃了几口，就匆匆出门，把仔仔接了回来。仔仔进门的时候一脸的不高兴，嘴巴撅得老高，显然还没有玩够，被强行带回来的怨气全撒在了我身上。他看向我的眼神根本没有父子间的亲密，反而充满了愤怒和怨恨。好久没见，爸爸，仔仔快过去亲亲爸爸。秦雨薇跟在仔仔身后，表情有些不自然，拼命给孩子使眼色。仔仔不情不愿地跑到我身边，敷衍地抱了一下我的腿。爸爸，你回来了。声音冷漠的像是在对一个陌生人说话。我没有像以前一样弯腰热情的把他抱起来举高高，甚至没有伸手摸他的头，反而冷冷的转身径直去了书房。秦雨薇和仔仔似乎都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两个人愣在客厅各怀心事。仔仔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要听我讲故事，这几天我不在家，他也被送到了姥姥家，实际上是去了季浩然那儿。我看他的脸色也不好，估计也没睡好。我刚把书房保险柜里的东西收拾好，把那几份关键的文件锁好，仔仔就推门进来了。他先是怯生生的站在角落里，瞪着大眼看着我，见我没理他，那种被宠坏的脾气又上来了。我要听故事。我没有回答他，继续做着自己的事情。在我的计划里，这个孩子已经不再是我的责任。我的冷漠似乎让他觉得没有面子。在这个家里，他习惯了我是那个随叫随到的仆人。他立马变脸，看向我的时候怒气冲冲的，那副眉眼间透出的刻薄，简直和秦雨薇如出一辙。不讲就不讲，反正我还有一个更好的爸爸。这一句话像是一声惊雷，炸在书房里。我手上的动作停下来，慢慢转过身，瞪大了眼睛看向他。仔仔显然也被我突然的变化吓到了，我从未用这种眼神看过他。他向后退了2步，有些心虚。你说什么？我声音不大不小，却冷得像冰，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让仔仔吓得有些不知所措。但他骨子里的那股不知天高地厚的劲头，让他还是鼓起勇气向我宣战。我说我还有一个爸爸，你不让我吃的东西，他都给我买，还会带我去很多好玩的地方，还不会逼迫我学习，他比你好10000倍。仔仔话还没说完，秦雨薇听见书房里的动静，鞋都没穿好，就立马推门进来。听见仔仔的后半句话，他吓得脸都绿了，赶紧捂住了仔仔的嘴。仔仔，你胡说八道什么？哪有别的爸爸？秦雨薇的声音都在颤抖，他没想到孩子这颗雷会在这时候爆，但仔仔有些上头，被捂得难受，气得一把从秦雨薇怀里挣脱开。我没有胡说八道，他不是我爸爸，我要去找我的亲爸爸。砰的一声，摔门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我冷眼看着秦雨薇坐在椅子上，好整以暇的看着他。我在等他给我一个多么荒谬的解释。宋明朗，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你不会因为小孩子的几句气话就对我产生怀疑吧？我依旧沉默的看着他。奇怪的是，见我不说话，秦雨薇反而一脸不在乎了。他似乎觉得只要他不承认，我就拿他没办法。他走到一旁的沙发上坐下，甚至翘起了2郎腿看向我，恢复了那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他今天穿了丝绸的吊带睡衣，把身材曲线勾勒得更完美，这就是他惯用的伎俩。如果是以前看到他这副样子，我一定会跪在他面前，抱着他和他道歉，求他不要生气。可是就在刚刚，沈之音给我发了微信，说证据已经差不多了，包括他那个视若珍宝的儿子也会成为他最大的累赘。所以我不打算再和秦雨薇演下去了，我要摊牌了，这场戏该谢幕了。秦雨薇，刚才仔仔的话是什么意思？你不准备给我一个解释吗？宋明朗，你怀疑我，我们就这么没有信任可言吗？秦雨薇还是那副嚣张跋扈、一脸无所谓的样子，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鄙夷，仿佛我的怀疑是对他莫大的侮辱。不是怀疑，是确定。我从桌子上抽出复印好的亲子鉴定报告，像扔垃圾一样扔给他，纸张散落在他面前，那几个红色的公章格外刺眼。秦雨薇有些慌了，她下意识地拿起来，只看了一眼，她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手一抖，报告立马被他扔到一边，像是烫手的山芋。你调查仔仔，你竟然去做了亲子鉴定，宋明朗，我还真是小瞧你了。仔仔不是我亲生的，你一直在骗我。秦雨薇双手抱在胸前，一脸的不屑，她丝毫不在乎被我发现了这件事。对，仔仔不是你亲生的，怎么样？你不也照顾了这么多年了吗？你还能翻出什么风浪来？有本事就从这个家滚出去好了。我被他这副无耻的嘴脸气到了，可是随即看到秦雨薇的脚趾正在发抖，她一直有这个小动作，只要心虚的时候，脚趾就会纠缠抖动，一点也不像她脸上表现的那样坦然。好，既然你承认，那我们离婚吧。宋明朗，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在和我提离婚？我把早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扔到他怀里，看见我真的拿出了离婚协议书，也没有要和他求和的意思。秦雨薇这才变了脸。明朗，你不会是真的要和我离婚吧？我刚才都是胡说的，一时气话，你不要当真。我看着他瞬间变换的嘴脸，只觉得讽刺。7年了，我总是被他这样拿捏，从暴怒到哀求，不过一句话的事，但这次不一样了。气话，秦雨薇，你和一起说我是蠢货也是气话，季浩然骂我是王八也是气话，仔仔叫他爸爸也是气话。听见我说出了季浩然的名字，秦雨薇才意识到
我是真的要和他离婚，不是在诈他。立马慌了神，秦雨薇扑倒在我怀里，一副娇滴滴的样子，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甚至故意用胸前的2片柔软蹭着我。明朗，我那是一时糊涂，你不要生气了，我以后一定好好和你过日子。仔仔是你的，这个鉴定报告肯定出错了，明天我们再去做一次。我听着秦雨薇柔声细语的说着，她的所作所为丝毫没有悔改的意思，竟然还大言不惭的说让我当什么都没发生。看我依然没有动作，秦雨薇突然倒在我脚边。明朗，我头有些晕，你不要再生气了。我依然没动，秦雨薇脸上闪过一丝尴尬，眼看和我服软已经没有用，秦雨薇又恢复了以往趾高气扬的样子，从地上慢慢起身。宋明朗，你说真的？我没有说话，重新坐下，准备看他接下来的表演。秦雨薇把地上的离婚协议书捡起来，快速的找到财产分割那一栏。宋明朗，既然咱们已经把话说开了，那你净身出户吧。可是当他看清楚离婚协议书上财产分割那里的条目时，顿时瞪大了双眼。宋明朗，你什么意思？你这是让我净身出户？你想得美，这个家里每一寸地方都是我挣来的，你想独吞？你挣来的，你现在脸上用的，嘴里吃的，脚上穿的，哪一个不是我买的？你的钱全都用来包养你的小白脸了吧？我狠狠地把文件摔在他面前，一张张照片散落在他头上。秦雨薇抓住一张，看清楚上面的画面的时候，瞬间红了脸，但他不是害羞，而是愤怒。他在生气我竟然把他调查得如此清楚。宋明朗，你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好，既然如此，那咱们法庭上见吧。秦雨薇快速地把地上的所有照片都收起来，回到卧室，打开衣柜，想把我的衣服从柜子里扔出来。令他没想到的是，打开衣柜却发现柜子里没有一点我的痕迹，只剩下她那些花枝招展的裙子在里面飘着。宋明朗，你……秦雨薇气不过，把我送给她的那些名贵的化妆品、香水，统统都扔了出来。拿着你这些破烂，从我家里滚出去！我站在卧室门外，看着秦雨薇的动作，她甚至还把一瓶几千块钱的香水扔在了我脚下。滚！我滚，要滚也是你滚吧。秦雨薇，你忘了，这房子是我买的，房本上也是我的名字。秦雨薇被我的话噎住了，她没想到我这次是和她玩真的，脸上闪过一丝慌乱。仔仔听到我们的争吵声，被吓醒，哇哇的哭着找爸爸。我看着仔仔哭得撕心裂肺，说不动容是假的，可是一想起他白天说的那些话，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妈妈，你在和爸爸吵架吗？秦雨薇抱着仔仔轻声安抚，埋怨的看着我，以为我会看在仔仔的面子上放过他。好，既然他醒了，那你就带着他一起走吧。秦雨薇没想到我竟然当着孩子的面就这样说，气得当场给季浩然打了电话。仔仔哭的声音太大了，我听不清秦雨薇和季浩然说了什么，但是挂断电话后，秦雨薇直接换了一副面孔，得意洋洋的样子，让我觉得事情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好，宋明朗，这是你说的，我带着仔仔走了，就不会再回来了。到时候你哭着求我，我也不会回头，你最好想清楚了。我没说话，侧身退开，意思已经很明显了。秦雨薇简单的收拾了几件衣服，还有仔仔的东西。这期间，仔仔终于不哭了，看着我一点也没有哄他的意思。仔仔身上那股倔强又起来了。哼，你把我和妈妈赶出去，你会后悔的。我要去找我的亲爸爸，他比你好10000倍。听见仔仔这样说，我的心彻底凉了。这么多年的父子情，全当喂了狗了。季浩然来的时候，秦雨薇已经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凡是能带走的名贵物品，他都带走了，包括我之前给他买的各种大牌包包、首饰、化妆品，他都一个不落。秦雨薇还想去保险柜里拿走我们之前一起买的投资金条，被我挡在门前制止住了。之前送他的各种奢侈品，我可以视而不见，就当我这么多年的学费了。可是这家里其他的财产，他一分都不能拿走。宋明朗，你干什么？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浩然已经在楼下等我了，你给我滚开！我依旧挡在前面，不肯让。这里面的金条是我们的共同财产，你是过错方，你不能拿。这金条写你名字了，你不让我拿我就不拿，反正都到了这一步了，我凭什么听你的？秦雨薇还想往里冲，被我一把推在沙发边缘。我拿出自己投资的回执单、复印件，还有一些沈志英发给我的证明文件，一起扔在了秦雨薇的脸上。这就是证据，你今天如果敢拿，我就报警，到时候我们公堂处理，就看你的情郎能不能等你那么久了。秦雨薇的眼珠子转了好几圈，最终和仔仔一起气鼓鼓的拉着几个行李箱离开了。我们住了许多年的家，砰的一声，门被秦雨薇重重的关上。随着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世界终于清静了。7年的付出在一地鸡毛中画上了句号，真是场昂贵的笑话。沈志英的电话在这个时候打了进来，那个丫头消息总是这么灵通。明朗哥，听说他搬走了，需不需要我过去帮你处理一下，或者叫保洁？不用了。这个时候我不希望任何人来看我的笑话，我拒绝了他。这最后的狼狈，我自己收拾就够了。第二天一早，我就让陈伯派人把这栋公寓简单收拾了一下，没有任何留恋，我直接挂了低价急售，哪怕亏钱，我也要在1小时内把这段记忆从我的人生中抹去。讽刺的是，当初为了躲避我爸的金钱攻势，我特意避开了家族名下的豪宅，千挑万选买了这个不起眼的公寓。那时候，秦雨薇还为了这件事和我大吵一架，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个窝囊废，连个市中心的江景房都买不起，因为他瞧不上，所以当年他在这个房子上分文未出，连房贷都是我一个人默默还完的，房本上也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想到这，我真该感谢秦雨薇当年的嫌贫爱富和不屑一顾，不然因为这套破房子，还得在离婚官司里跟他掰扯半天。陈伯帮我收拾好那2个可怜的行李箱，车队缓缓驶入了父亲的庄园，久违的奢华气息扑面而来，这才是原本属于我的世界。少爷，老爷吩咐了，您刚回来，心情不好，先好好休息几天。公司的事不急，身体要紧。不，我脱下外套扔在一边，径直打开了笔记本电脑，把这几天准备好的资料全部铺开。陈伯，通知下去，明天上午9点，我要召开集团高层会议。明天？可是少爷……陈伯微微一怔，似乎没想到我转换角色的速度这么快。他看着我坚定的眼神，随即点头，满眼都是欣慰。是，少爷，我这就去安排。休息？我哪有时间休息？我需要权力和金钱来支撑接下来庞大的复仇计划。而且季浩然这种蛀虫留在集团内部就是一颗定时炸弹，多留一天，公司就多一份危险。我看着桌子上密密麻麻的财务报表，
心里清楚，回归宋氏集团这一仗绝对不比处理家务事简单，这是一场硬仗，我只能自己面对。第二天，我换上了定制的高定西装，在陈博的陪同下推开了宋氏总部顶层会议室的大门，长桌两侧坐满了神色各异的集团高管，有当年跟着父亲打江山的老部下，正用审视的目光看着我，也有不少我不认识的新面孔，在窃窃私语。各位，这位是宋老爷的独子宋明朗先生，从今天开始，他将全权接手集团业务。因为宋氏是我爸一人独资，拥有绝对控股权，所以周围人虽然神色各异，却没有一个敢公开议论，纷纷点头表示同意。我坐在主位上，手指轻点桌面，看似专注地听着汇报，实则余光像雷达一样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我要看看这平静的水面下到底藏着多少鬼。当轮到海外投资部汇报时，一个穿着香奈儿当季新款套装、妆容精致得有些过分的年轻女子站了起来。他把这里当成了秀场吗？少爷，她就是苏小雨。陈博在我耳边低声提醒，苏夫人的侄女，现任海外投资部副总监，能力倒是不错，就是平时有点大小姐脾气，您多担待。苏小雨原来就是她，那个和季浩然不清不楚的领导。好啊，我不去找你们，你们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我微微抬眼，目光落在苏小雨身上，她确实很漂亮，是那种张扬的美，眉眼间带着一股长期被优越生活宠坏了的娇精，这种气质和秦雨薇完全不同。秦雨薇是装出来的清高，而她是刻在骨子里的傲慢。她汇报的时候条理清晰，数据详实，确实是个不错的苗子，怪不得能坐上副总监的位置。但我敏锐地发觉，她的眼神总是不自觉地往我这里瞟。每当我和她冷淡的目光对视时，她就像被烫到一样，有些心虚地移开视线，不敢看我。针对东南亚市场的扩张，我们已经与当地最大的物流公司达成了初步意向，预计回报率将达到……等等，我冷冷地打断了她，声音不大，却足以让整个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苏小雨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我也敢打断她。这个合作案前期调研是谁负责的？是项目部同事负责，我们部门进行复核。项目风险评估里对当地政策连续性的考量明显不足。苏小雨脸上掠过一丝慌乱，但她很快稳住心神，试图用那一套糊弄外行的话术来搪塞我。宋总，这部分我们确实考虑过，我们认为鉴于我们和当地商会的关系，风险是可控的。认为？我靠向椅背，双手撑在下巴前，眼神像手术刀一样冰冷地剖析着他。这里是董事会，我要的是数据支撑，不是你大小姐直觉里的认为，在商言商，靠感觉做生意，宋氏早就破产了。苏小雨的脸瞬间涨红，一阵红一阵白，像个被老师当众批评的小学生，站在那里不知所措。这个案子暂停，重新做全面评估。1周后，我要看到包含3种极端情况的压力测试报告，做不出来换人做。是。苏小雨咬着牙应下，眼眶都有些发红，大概从小到大还没受过这种委屈。会议结束后，人群散去，我单独留下了陈博和法务部负责人。空气里的火药味还没散去，新的狩猎又开始了。给我查一下这几个人的经济情况。我将秦雨薇、季浩然以及苏小雨的资料推过去，那上面不仅有名字，还有我早已画好的关系网，尤其是经济往来、账户流水、名下资产变动，我要知道每一分钱的去向，越详细越好。法务部负责人是个精干的中年女人，姓赵，人狠话不多。她快速浏览了一遍名字，推了推眼镜。明白，宋总，需要走常规审计流程，还是全部合法手段？我打断她的话，眼神坚定，我要让他们死得明明白白，翻不了身，而且要快。好的，3天内给您结果。少爷，苏小雨毕竟是苏夫人的侄女，这要是查出点什么，苏夫人那边要不要先和老爷打个招呼？陈博，我爸既然把集团交给我，我就得按我的规矩来，不管是亲戚还是元老，蛀虫就是蛀虫，该清理的就得清理，不管是谁的面子，在集团利益面前都不好使。我不容置疑的态度让陈博一怔，随即他眼中的担忧转为了敬佩。至于我爸那边，我会亲自去解释。陈博，我知道你难做，只管执行就好。老奴明白了，我一定把这事办得漂漂亮亮。有了我的尚方宝剑，陈博在调查苏小雨这件事上做得比谁都卖力。接下来的几天，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集团业务中，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里，我要做唯一的王。接下来的几天，我像是开启了狂暴模式，我要在最短时间内熟悉集团的一切脉络，同时还要暗中编织对秦雨薇和季浩然的收网计划。这2个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沈之音那边进展也很顺利，他不愧是金牌律师。明朗哥，好消息，这些证据链已经闭环，足够在离婚诉讼中把秦雨薇钉死在过错方的耻辱柱上。他不仅要净身出户，还要倒赔你这么多年的抚养费和精神损失费。听到这，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秦雨薇，你的豪门梦该醒了。但是明朗哥，根据我的经验，秦雨薇这种人被逼急了什么都干得出来，他很可能会利用舆论卖惨，或者用孩子打感情牌，你要有心理准备。沈之音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担忧，他怕我对那个所谓的家还有留恋。我知道。我挂了电话，看着窗外的霓虹灯。舆论，我倒是期待他闹大，闹得越大越好。我要让整个城市的人都看清他秦雨薇那张伪善的面具下是怎样一副嘴脸。至于仔仔，那个叫了我6年爸爸，却在关键时刻捅我一刀，终究是别人血脉的孩子，我已经不会为此心软了。慈父的角色我已经演够了。这天下午，赵律师带来了初步的调查结果，他将几份封存的文件放在我桌上，神情比上次更加严肃。宋总，季浩然的问题比我们想象的严重得多，我们原本以为只是作风问题，没想到是烂到根了。我翻开文件，触目惊心的数字映入眼帘。除了生活作风混乱，他在担任分公司销售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之便虚报营销费用，还大肆吃供应商的回扣，仅仅2年，金额累计超过300万。而且，赵律师顿了顿，抽出一张复杂的资金流向图，有铁证显示，他和苏小雨之间存在异常频繁的资金往来。苏小雨？是的，苏小雨作为季浩然的直属领导，对他的违规行为不仅故意视而不见，甚至主动为季浩然牵线搭桥，从中捞取了不少好处。他们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我皱紧了眉头，没想到这个季浩然不仅睡了我老婆，还在我爸的眼皮子底下联合公司高管做空我的家底。
这只老鼠吃得太饱了，先不动它。我合上文件，眼底闪过一丝寒光。现在抓它太便宜它了，慢慢开始查清分公司的内账，动静搞大点，先吓它一次。我要看它狗急跳墙，只要它一慌，就会露出更多的破绽，也会把苏小雨拖下水。我要让他们互相撕咬。吩咐完财务这边，手机上传来了私家侦探发来的实时消息。照片里，秦雨薇带着仔仔搬进了季浩然在城中村租的公寓，环境脏乱差。秦雨薇有的时候为了和季浩然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厮混，就会把孩子像皮球一样送回姥姥家。看来秦雨薇的父母早就知道女儿和季浩然的丑事了，他们一边拿着我爸给的巨额订单，一边在背地里嘲笑我是个接盘侠。这一家子吸血鬼吃相真难看。陈伯，少爷，我在。把秦雨薇爸妈名下公司和我们集团所有的业务往来全部切断。我知道这些年我爸一直在扶持他们，现在看来是时候收回一点利息了。明白，这种养不熟的白眼狼早就该断了。陈伯这次答应的格外爽快，甚至有些解气。看来他也忍这一家子很久了。处理完这些糟心事，沈安约了我下午喝酒。到了地方才发现，这家伙不仅自己来了，还带了沈知音一起来。看他们兄妹二人这剑拔弩张的架势，怕是刚在路吵完架。明朗，我妹非要跟来，说是有重要情报，但我看啊，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少贫嘴，说正经的。明朗，我有些话想单独和你说。沈知音想冲上来阻拦，可沈安这次没给他留面子，他铁青着脸，直接拽着我去了酒吧天台。寒风呼啸，沈安深深地叹了口气，递给我一根烟，拿着吧。好了，什么事在这说吧，没人了。我摆手拒绝了。秦雨薇不喜欢烟味，仔仔也还小，为了他们，我已经戒烟太久了，这似乎成了某种刻在骨子里的奴性。明朗，你就别装傻了，知音她喜欢你，她喜欢你很久了。这句话像是一记重锤，让我待在原地。之前看到沈知音朋友圈那条动态时，我不是没往这方面想过，但是当这层窗户纸突然被捅破，事情赤裸裸地摆在面前时，我还是有些招架不住。我知道你放不下秦雨薇，可是茵茵她是个死心眼的。前几年你为了那个女人突然结婚，放弃家族，她也跟着一蹶不振，去了国外整整7年。7年，我没想到我的一意孤行，竟然不仅伤害了父亲，还耽误了一个女孩最好的青春。这一刻，愧疚感甚至压过了复仇的快感。我拍了拍沈安的肩膀，让他不要再说了。沈安，我知道了，但是你想让我怎么办呢？这么沉重的来，我一时半会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可，明朗，我想让她回国外。你现在一时半会放不下秦雨薇那边的烂摊子，我不想她留在这里浪费时间，甚至卷进你的复仇里受伤。可她死活不走，为此刚才还和我爸大吵一架。我估计这会儿你家老爷子已经知道这件事了。果然，沈安的一根烟还没抽完，我爸的电话就追过来了。在这个圈子里，消息总是比风还快。喂，爸，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事，这个交给我自己处理吧。电话那头，我爸似乎还想再劝我几句，大概也是觉得亏欠沈家的，但我现在心里乱得很，直接挂断了电话。沈安走的时候，沈知音死活不肯离开，像个倔强的战士。沈安，你先走吧，一会儿我送他回去，让我和他聊一聊。沈安拗不过他，只好同意。临走顺便用眼神警告我不要动什么歪心思。整个酒吧卡座区只剩下我和沈知音2个人，昏暗的灯光下，我递给他一杯气泡水。知音，你知道的，我现在的情况很复杂。明朗哥，我可以挡。沈知音看向我的眼神炽热而坚定，那里面没有同情，只有纯粹的爱意，这让我的心猛地闪了一下，像是冰封的湖面裂开了一道缝。知音，我不值得你挡，我现在自己也一团糟，甚至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失败的人，连枕边人都看不住。话还没说完，沈知音突然抱住了我，他的怀抱很暖，语气温柔的在我耳边轻轻说着：“明朗哥，你不是失败者，永远都不是。这件事错的是秦雨薇，是她有眼无珠。”我已经很久没有被人这样温柔且坚定的选择过了。这7年，我在秦雨薇面前只有卑微。面对如此真诚的沈知音，说不动心是假的，心里还是有了些久违的悸动。我不会去国外，我在国内的律所刚有起色，而且秦雨薇的案子不光是你的私事，也是我在国内想要立足的第一个目标。我要亲手帮你打赢这一仗，所以我绝对不会走。答应帮沈知音劝说沈安，也承诺会好好考虑和他之间的关系。沈知音激动的好久都没松开我的手，像个得到糖果的孩子。我劝了他很久，才把他安全送回家。深夜，沈安给我发微信，语音里把我臭骂了一顿，说我这头猪拱了他家的白菜。但是最终，即使是他这个大舅哥，也不得不屈服于妹妹的眼泪，同意沈知音留在国内。从沈家回到庄园，已经是深夜。陈伯还没睡，他已经把今天调查的结果整整齐齐摆在了书房。最上面那一份，赫然就是季浩然涉及经济犯罪的直接证据，包括他和上下游吃回扣的完整链条。父亲突然找到我，今晚很奇怪，他没有让苏怡来庄园吃饭，书房里只有我们父子2人。爸，公司的事你都知道了，苏怡那边……父亲没有直接回答，只是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他把集团董事长的私印交给我，下面压着的还有一份早已拟好的股权完全转让书。爸老了，干不动了。你苏怡让我带他向你表达歉意，关于小雨那孩子的事，他没脸见你。下周我就带他出国转转，散散心。明朗，从此以后，这里所有事情就都交给你了。那天晚上之后，我彻底接手了宋氏集团，没有任何过渡，没有任何质疑，我成为了这座城市真正的财富中心。与此同时，秦雨薇收到了沈知音发过去的律师函，但是这个蠢女人，即便是在这种绝境下，竟然还妄想翻盘。她突然改了主意，死活不同意离婚。在这期间，她还疯狂地给我发微信，从一开始的宋明朗你别后悔的嚣张跋扈，到后来的夫妻一场，语气逐渐缓和，最近甚至开始了哀求。看来季浩然那边的日子不好过，他已经察觉到了自己最近岌岌可危的状况，而且在苏小雨和秦雨薇之间，这个软饭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就在我准备动用最后手段让秦雨薇彻底净身出户的时候，私家侦探给我发来一张照片。秦雨薇急了，她约见了林晓，要给林晓一笔钱，让他赶紧和季浩然离婚。看到这消息，我忍不住笑出了声。秦雨薇还是这样蠢，蠢得可爱。她竟然以为季浩然不离婚是因为林晓不放手。她原以为和我离婚拿到钱之后，能正大光明的
和季浩然过日子。没想到季浩然最近开始冷落他，所以他才主动出击，找到了林晓。既然如此，我不妨帮他们一把。我让人直接把林晓叫到了董事长办公室。是你新来的董事长，竟然是你！林晓看见我坐在董事长的位置上，整个人都懵了。他这才知道，原来最近集团传说中新换的冷面董事长，竟然就是秦雨薇那个窝囊废前夫。天哪，秦雨薇真是疯了，她丢了西瓜捡了垃圾。林晓，我们开门见山，秦雨薇联系你了。我知道你想和季浩然离婚，但是不甘心，不想便宜了他们俩，对吧？林晓现在对我不仅是同盟，更多了些下级对上级的敬畏，说话也变得唯唯诺诺。宋总，我确实不甘心。我不想听废话，直接把一张支票推到他面前，那是他无法拒绝的数字。秦雨薇开给你的条件，你在这个基础上多加10%，然后同意和季浩然离婚，这里面的钱算是我个人补偿你的。我顿了顿，看着林晓那张因为惊讶而微微张开的嘴，继续抛出诱饵。然后公司会安排你去别的城市发展，职位不会比现在低，这就是我的诚意，怎么样？宋总，我不太明白，你为什么要帮他们？帮他们？不，你放心，我不会便宜了他们两个，你想要的我都会实现，只要你答应和季浩然离婚，让他恢复这一无所有的单身状态，后面的事情交给我。当然，季浩然作为过错方，他得净身出户，律师方面我会帮你找最好的。林晓是个聪明人，他突然明白了一切。我的目的是要抽空季浩然最后的底牌，让他变得一文不值，然后再让秦雨薇接手这个烂摊子。他收下支票，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宋总，谢谢您。临走前，这个给您，这是我在季浩然电脑里偷偷备份找到的，他长期出卖公司商业机密给竞争对手，或许能帮到你。还有意外收获。我插上 U 盘看了一眼，没想到季浩然的胃口竟然这么大，不仅吃回扣，还敢卖核心数据。在秦雨薇的金钱诱惑和林晓的法律攻势双重打击下，季浩然终于同意和林晓离婚。当然，他并没有像秦雨薇预想的那样立刻和他结婚，也没有完全的净身出户。林晓为了尽快脱身，做出了一点让步，但这不重要了。我粗略的估算了一下，秦雨薇给林晓的那笔钱，加上季浩然离婚被分走的资产，他们两个人手里应该没有多少现金了。果然，秦雨薇终于忍不住主动给我打电话。她看季浩然终于恢复单身，觉得自己熬出头了，再也不用在我这里低三下四了，爽快的同意了离婚。我也懒得见他，沈知英代替我去办理了离婚手续。为了防止最后关头出现意外，我在离婚协议上以一次性抚养费的名义给了秦雨薇一笔所谓的补偿。这笔钱看似不少，但在我现在的身价面前，9牛1毛。哼，我还以为他多狠心呢，到头来还不是舍不得我。秦雨薇看着支票，忍不住笑出声，满脸的讽刺。可惜啊，这点钱已经不能挽回什么了，就让他下辈子抱着钱后悔去吧。一旁的沈知英很想扇他2个耳光，咬牙忍了半天，才压住了打他的冲动，保持着职业的冷漠。好，秦小姐，签字之后，您和宋先生的离婚协议就正式生效了，后续的行政手续我会全权替你们办理。秦雨薇提着包就走，迫不及待的要去和季浩然分享这个好消息。现在他们2个人都离婚了，障碍扫清。秦雨薇以为接下来只要等着和季浩然结婚，就能过上神仙眷侣的日子了。离婚证刚办下来的第2天，秦雨薇就迫不及待的去找了季浩然。她特意化了最精美的妆，穿上了香奈儿最新款的连衣裙，手里提着我以前给她买的爱马仕包，整个人容光焕发。她看向季浩然的眼神都冒着光，仿佛已经看到了幸福的未来。浩然，你看宋明朗那个傻子，最后还是给了我一笔抚养费。秦雨薇把支票复印件推到季浩然面前，脸上写满了得意。可她没注意到，对面的季浩然正用看死人一样的眼神看着她。我就说他舍不得我，只要我稍微示弱，他还是会乖乖掏钱。后面我们如果钱不够了，我再找他撒撒娇，他肯定会给的。季浩然接过复印件，眼睛亮了亮，但随即又暗淡下来。看来我给秦雨薇的这笔分手费成了他眼里的救命稻草。雨薇，我们得小心点，公司最近查账查得特别严，我几个单子都被卡住了，而且公司领导那边最近也怪怪的，一些大单子总躲着我。哎呀，怕什么？现在我自由了，你也有钱，咱们可以正大光明在一起了。我算了一下，咱们手里的钱足够付一套房子的首付了，我们一家3口在一起生活不好吗？季浩然勉强笑了笑，眼神却飘忽不定。他心里清楚，那点钱填补不了他在公司的亏空。秦雨薇见他心不在焉，质问他最近怎么回事。2个人虽然刚团聚，却因为各怀鬼胎，大吵一架，不欢而散。我看着私家侦探发来的视频，满意的笑了。这对真爱的保质期比我想象的还要短。陈博，动手吧，把他在公司所有的灰色收入线全部切断，个人账户也冻结。很快，季浩然的个人财产都被查封，但是我没有提起诉讼，只是以公司内部合规调查的名义，暂时查封了他的个人账户。我要逼狗跳墙，季浩然果然不出我所料，账面上一旦出了问题，立马就开始和苏小雨频繁联系，甚至为了在苏小雨面前维持好男人的形象，秦雨薇经常一连好几天都见不到季浩然的人影。为了让自己早日躲过公司的追查，季浩然在苏小雨身上下足了功夫。小雨，我们订婚吧，我想给你一个家。季浩然哪里是想给他一个家，他是看中了苏小雨姑姑的身份，想要靠着苏小雨的关系早日摆脱经济追查。我原以为自己还要费点功夫才能让苏小雨同意和他订婚，没想到苏小雨竟然一口答应了。既然如此，陈博，替我找一张订婚宴的邀请函，我要送他们一个完美的订婚礼物。为了彻底让苏小雨上当，季浩然需要一笔钱来办一场体面的订婚宴，而他现在身无分文，于是他盯上了我给秦雨薇的这笔抚养费。雨薇，我看中了一套学区房，为了仔仔的未来，我们先把首付交了吧。秦雨薇以为自己真的找到了真爱，立马答应把钱转给了季浩然。可惜啊，他做梦也想不到，他的用来买爱巢的钱被季浩然拿去给别的女人办订婚宴了。更有趣的是，季浩然找的婚庆公司也是我名下的，秦雨薇的这笔钱兜兜转转，就像回旋镖一样，又回到了我的手里。陈博，给季浩然安排一个最盛大的订婚宴，顺便把该邀请的人都邀请到位，我要让他在这座城市彻底身败名裂。在此之前，我刻意给父亲打了个电话，询问苏怡的意见。毕竟苏小雨也是被季浩然骗了，更何况还有我爸这层关系在，我多少也要考虑一下他的面子。
明朗啊，我是你苏怡，我知道你打这电话的意思。小雨的事情你就放手去做吧，这孩子从小被惯坏了，是该让他长长记性。听见苏怡这样说，我心里唯一的顾虑也放下了。既然家属都同意了，那接下来就让季浩然接受我最诚挚的祝福吧。浩然，一会儿咱们集团新上任的董事长也要过来，这可是天大的面子，你可一定要好好表现，争取让他松口，没准你那点经济问题就能过去了。季浩然也满心期待，以为自己即将攀上人生巅峰，决定一会好好表现，早日把眼下这个棘手的问题解决。是我派人偷偷告诉了秦雨薇，说季浩然今天在这里谈大生意，如果不来，他那笔买房的钱就打水漂了。他带着仔仔火急火燎的到了现场，我站在2楼的包间，这里视野极佳，可以俯瞰楼下这场即将上演的闹剧。秦雨薇穿着那条旧款的香奈儿裙子，手里死死拽着仔仔，出现在金碧辉煌的宴会厅门口时，整个会场内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狼狈的女人。仔仔穿着不合身的小西装，脸上却是不符合年龄的阴郁和愤怒，他眼睛死死盯着台上穿着白色礼服的苏小雨，还有他身边西装革履、容光焕发的爸爸。仪式开始的时候，所有人都注视着台上的一对璧人。就在这时，秦雨薇蹲下在仔仔耳朵旁交代了几句，仔仔认真的点头，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仔仔突然冲破保安的阻拦，跑到季浩然身边，抱着他的大腿，用那稚嫩却极其有穿透力的声音大喊：“爸爸！”爸爸！整个会场突然安静，连掉一根针都能听见，然后瞬间爆发，所有人开始议论纷纷。浩然，这孩子是谁？季浩然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手里的香槟杯晃了一下，里面的酒险些洒出来。他慌乱的想要推开仔仔，却被仔仔死死抱住。趁着季浩然不注意，秦雨薇大步流星的走上红毯，来到他对面，一把拉住仔仔的手。浩然，他又是谁？苏小雨的声音带着颤抖，他察觉到了异常，顺着季浩然惊恐的目光看去，脸色刷地白了。秦雨薇已经拖着仔仔来到他们面前，台下的人纷纷掏出手机开始拍照。秦雨薇仰着头看向季浩然，眼睛里全是红血丝，妆容也因为愤怒和一路狂奔变得有些花，显得十分狼狈，但这更加剧了他的疯狂。季浩然，你什么意思？你他妈的要跟谁订婚？拿了我的钱买房子，结果跑到这儿来跟这个狐狸精订婚？秦雨薇的声音尖利刺耳，瞬间吸引了整个会场人的注意。就在季浩然想要解释的时候，周围瞬间亮起了更多的闪光灯。我提前安排好的媒体朋友纷纷把镜头聚焦到了季浩然那张惨白的脸上。小雨，你听我说，我不认识她，这个疯女人肯定是精神不好，想男人想疯了才来诬陷我。保安呢？秦雨薇听见季浩然这样说，瞬间失控。她原以为季浩然只是爱玩，没想到在关键时刻竟然装作不认识他。秦雨薇把他们俩之前的那些亲密合照、床照甩得满天都是，照片像雪花一样飘落。周围人捡起来一看，惊呼声此起彼伏，有人甚至开启了现场直播。这是什么？季浩然，你解释清楚。小雨，这些肯定都是他 P 的图，现在的 AI 技术这么发达，肯定是合成的，不能当真啊！老婆，你信我？假的？那这份亲子报告也是假的吗？那份报告如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苏小雨彻底变了脸。可是作为世家小姐的教养，让她还耐着性子，试图给季浩然最后一次机会。季浩然，我给你10分钟把这里处理好，否则我们之间就完蛋了。季浩然赶紧点头，转身对着媒体和宾客疯狂鞠躬道歉，试图把人赶走。他看向媒体区的负责人，负责人却抬头看向2楼。我站在2楼栏杆处，轻轻点了点头。得到我的首肯，媒体们才纷纷假装关上了摄像机，但手机的录音可没停。雨薇，你先回去，算我求你，你先回去，我一定给你个交代。台上的事情全是误会，我们等会再说。等会儿再说。秦雨薇尖笑起来，那种绝望的笑声让人毛骨悚然。他一把将仔仔推到前面，指着台上的苏小雨：“你跟这个贱女人订婚，让我和儿子去哪等？季浩然，我为了你婚都离了，钱也给你了，你现在想甩了我？你说谁是贱女人？”苏小雨听见秦雨薇这样骂他，瞬间爆炸，猛地转头看向季浩然，声音拔高：“季浩然，你就任由他这样说我，还有这个孩子，你最好都给我解释清楚，这真的是你儿子？”爸爸，你不要我和妈妈了吗？你说过拿了那个傻瓜前夫的钱就要给我们买大房子的，你答应过我的。童言无忌，却最是致命。仔仔这句话直接锤死了季浩然。苏小雨踉跄一步，不敢置信地看着仔仔，又看看季浩然，最后目光落在秦雨薇脸上。他突然明白了什么，自己才是那个最大的笑话。啪！一声清脆的耳光声响彻整个宴会厅，季浩然的脸瞬间肿了起来。季浩然，你骗我！你说你单身，你说你跟这个女人早就断了，这个孩子竟然都这么大了。那个平日里在这个城市到处招摇撞骗的季浩然，此刻被打得偏过头，脸上火辣辣的疼，瞬间肿起一个巴掌印。小雨，你听我解释。解释什么？趁着季浩然不注意，秦雨薇已经越过他，一把揪住苏小雨的头发。贱人，抢别人男人，你知不知道他儿子都6岁了，我们在一起7年了。两个女人瞬间扭打在一起，昂贵的晚礼服被撕扯变样，尖叫声和咒骂声响成一片，周围人都瞪大了嘴巴看着眼前的一切。所谓的上流社会订婚宴，瞬间变成了市井泼妇的撕逼现场。季浩然想去拉架，却被秦雨薇反手抓破了脸，血痕立现。那个平时被他宠上天的私生子仔仔，此刻在一旁吓得大哭，没人顾得上他。看着下面已经乱成一锅粥，我不自觉地弯了弯嘴角，这才只是开胃小菜。就在他们争执不休的时候，宴会厅的大门再次打开，我带着陈博以及公司保安部和法务部的几个人缓步走了进来。喧闹的会场再一次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我身上。我穿着一身深灰色定制西装，剪裁得体，步履从容，与台上的狼狈形成鲜明对比。陈博神色肃穆，跟在我身后，随行的几人手里都拿着厚厚的文件袋。台上的3人也停下了厮打，愣愣地看着我。秦雨薇最先反应过来，她头发凌乱，礼服被扯破了肩带，脸上还有抓痕，狼狈不堪。看到我，她眼里先是闪过一丝慌乱。宋明朗，她推开挡在身前的季浩然，跌跌撞撞地向我跑过来，一把拉住我的胳膊，但我身旁的保镖顿时上前，无情地把他隔绝在一旁。明朗，你是来帮我的对不对？你快告诉他们，季浩然这个王八蛋骗了我。
他骗了我的钱，还想甩了我。我没有回应他的话，只是淡淡的扫了他一眼，目光里没有一丝温度。秦小姐，请你自重，我们已经离婚了。我今天来是苏小姐邀请我来的，与你无关。秦雨薇的手僵在半空，脸色煞白。而另一边，季浩然也看清了我，他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但他不是因为怕我，而是以为我是来帮秦雨薇出头的。毕竟在他眼里，我一直是秦雨薇的一个舔狗，直到离婚，我也还是给了他钱，是个彻头彻尾的老实人。秦雨薇，我们之间到底是谁在骗谁？你拿着我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养小情人，还让我替别人养了6年儿子，这些事需要我一件件说给你听吗？我转头看向季浩然，声音变得更冷，像是在宣判他的死刑。至于你，季浩然，利用职务之便，7年时间清分公司财产320余万，需要我亲自拿出证据吗？陈博适时上前，将一叠厚厚的文件递给法务部同事。法务部的总监接过文件，对着台下开始宣读。根据宋氏集团内部审计及法务部门调查，季浩然在职期间涉嫌多项经济犯罪，证据确凿，集团已于今日上午向相关部门正式报案，并同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追回全部非法所得及赔偿。2名穿着制服的警察适时出现在宴会厅门口，快步向季浩然走过来。季浩然腿一软，彻底瘫坐在地上。他知道这一进去，哪怕不把牢底坐穿，这辈子也毁了。不，小雨，小雨，你帮帮我，你姑姑是董事长夫人，你帮我求求送走。季浩然跪着向苏小雨挪动，却被他厌恶的躲开。他走到我面前，深深鞠了一躬。宋总，对不起，是我识人不清，给公司造成损失，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罚。处罚的事情，公司会按规章处理。我看着他，语气冷淡。但在此之前，苏副总监，我给你点时间，我觉得你需要先处理一下私事。苏小雨转身看向季浩然的目光冰冷，没有一丝感情。季浩然，我们的订婚无效，从今天起，你我没有任何关系。至于你欺骗我，还诱导我替你贪污公款的事情，我的律师会联系你。他说完，甩了季浩然2个耳光后，跟着法务部其中一个同事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宴会厅。季浩然彻底傻了眼，而一旁的秦雨薇在听到季浩然即将面临巨额赔偿和牢狱之灾时，突然疯了一样扑向他。王八蛋，原来你才是那个骗子！你把我的钱还给我，那是我最后的积蓄。秦雨薇的豪门梦碎了，房子没了，钱也没了，只剩下一个要把牢底坐穿的情人。秦雨薇，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人吗？你是好人，你能婚内出轨，还给我生儿子吗？谁知道是不是我的儿子？看着他们狗咬狗的闹剧，我整了整衣领，转身离开。这场复仇终于落下了帷幕。季浩然被警察死死地压着，脸贴在冰冷的地板上，嘴里却还不干不净。此时的他就像一条疯狗，只想拉着秦雨薇一起下地狱。秦雨薇，你以为你赢了吗？我告诉你，那个傻子给你的抚养费，我根本没拿去买什么狗屁婚房，全被我用来筹备这场订婚宴了。你1分钱都别想拿到。这句话像一道惊雷，劈得秦雨薇尖叫出声。你不要脸，季浩然，你骗我！你说那钱是给我们买婚房用的，那是我们唯一的退路。婚房？秦雨薇，你到现在还在做梦呢。我看上的不过是你被宋明朗养出来的光鲜亮丽，现在你离婚了，钱也没了，还带着个拖油瓶，你对我还有什么用？我看着这讽刺的一幕，忍不住笑出了声。这就是他抛夫弃子换来的真爱。秦雨薇，听到了吗？这就是你拼了命要在一起的男人。宋明朗，都是你算计我，这一切你早就计划好了是不是？看我出手你很开心吗？算计？我走到他面前，看着这个我曾经爱入骨髓的女人，只觉得可悲。我只是回到了我原来的位置上，顺便让你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罢了。比起你这7年的欺骗，我这算什么算计？我瞥了一眼躲在他身后的仔仔，那个曾经嚣张跋扈的孩子，现在被吓得连哭都不敢哭。至于这个孩子，既然鉴定结果已经证明你是季浩然的种，从法律上讲，我对他没有任何抚养义务。秦雨薇，以后你好自为之。面如死灰的季浩然被带走了，临走前还在咒骂秦雨薇毁了他的人生。陈博安排媒体迅速清场，将对宋氏不利的内容全部截断。很快，偌大的宴会厅只剩下失魂落魄的秦雨薇和吓呆的仔仔。明朗，别走，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他鼻涕眼泪糊了一脸，精致的妆容此刻变得狰狞可笑。看在我们7年夫妻的份上，看在我为你付出青春的份上，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保证以后一心一意对你，我们重新开始。我缓缓蹲下身，捏住他的下巴。秦雨薇被迫抬头，眼里的恐惧藏都藏不住。秦雨薇，你知道这7年来我最恶心的是什么吗？他疼得瑟缩了一下，却不敢躲。不是你出轨，也不是你让我替别人养了6年儿子，甚至不是你榨干我的价值去贴补那个小白脸，而是我曾经那么真诚的爱过，把一颗心捧到你面前，却被你践踏的一文不值。明了，我们重新开始，我会改的。重新开始。我松开手，用手帕狠狠擦拭着刚才碰过他的手指，仿佛沾上了什么脏东西。你不配！我一脚踢开他，在保镖的护送下走出了酒店。外面的夜色深沉，空气中带着凉意。少爷回庄园吗？不，去江边走走吧。车窗摇下，晚风灌进来，吹散了胸口的浊气。7年荒唐梦今天终于醒了。手机震动，是沈知英的消息。明朗哥，离婚手续全部办妥，秦雨薇净身出户，因为季浩然用他的账户收过回扣，他的卡也被冻结了。另外，林晓已经调去上海分公司升职了，他让我替他谢谢你。看着沈知英的头像，我只回了2个字：谢谢。这时，侦探发来一段视频，画面里秦雨薇拖着行李箱，牵着仔仔站在他父母家门口，门开了又关，隐约能听到激烈的争吵声。最后，他和仔仔被他的亲生父母赶了出来，不用再跟了，结账。从此以后，他的事与我无关。这一周，我全身心投入到集团的工作中。宋氏庞大的商业版图需要我熟悉，季浩然留下的烂摊子也需要修补。直到这天早晨，前台神色慌张地拦住了我。宋董，楼下有个孩子。我心里一沉，快步走到落地窗前，一个小小的身影
蜷缩在大楼下的角落里。是仔仔，深秋的风里，他穿着单薄的外套，抱着膝盖，肩膀一耸一耸。秦雨薇人呢？报警了吗？保安去了，但孩子不肯走，哭着喊着要见爸爸。宋董，外面还有记者，说是秦雨薇联系的，说您抛弃妻儿。我闭了闭眼，胸口像被重锤击中。秦雨薇已经彻底失去了做人的底线，竟然把孩子当做舆论战的筹码扔在这里。下去看看。少爷，记者都在等着拍您的笑话。他倒是会算计，但有命拍也要看他有没有命发出去。楼下风很大，仔仔的小脸冻得发白，看到我出来，他猛地站起来，却不敢靠近，只有红肿的眼睛怯怯地看着我。我驱散了围观的人群，走到他面前蹲下，用西装裹住他。那一刻，仔仔终于忍不住趴在我肩头大哭。你妈呢？妈妈说让我在这里等你，说你会照顾我。6岁的孩子眼神闪烁，显然是被教过话术的。爸爸，你别不要我，我会听话的。妈妈她总是打我，说我是杂种，我好想你。他的哭声真切又无助。这一刻，我不知道他是真的后悔了，还是秦雨薇导演的最后一场苦情戏。但无论是哪种，我都必须做一个了断。陈博，调监控，报警，把秦雨薇给我找出来。回到办公室，我让秘书拿来毯子和热水。仔仔裹着毯子坐在沙发上，小口喝着热水，眼睛却一直跟着我转。爸爸，他小声叫了一声，立马观察我的反应。我坐在他对面。仔仔，你知道我不是你爸爸，对吗？他点点头，眼泪又掉下来。宋叔叔，我知道，可是我习惯了。孩子的直白像一把钝刀，缓慢地切割心脏。少爷，找到了，秦雨薇在两条街外咖啡馆，我们的人已经过去了。我看向仔仔，你在这里休息一会儿，我让阿姨陪你，我去找你妈妈。你别走，我害怕，我不想和妈妈回去，她会打我。他从沙发上跳下来，又抱住我的腿。他的恐惧如此真实，让我想起这6年里他做噩梦时也是这样抱着我，喊着爸爸别走。即使知道血缘是假的，但6年的日夜相伴，那些记忆不会因为一纸鉴定就完全抹去。我深吸一口气，摸了摸他的头。我不走，我陪你等妈妈来。半小时后，秦雨薇被保安带了上来，她憔悴的惊人，眼窝深陷，衣服皱巴巴的，早已不是那个光鲜亮丽的秦雨薇。明朗，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为了这个，你就把孩子扔在大街上？齐雨薇，你还是人吗？我的声音冷得吓人，死死地瞪着他，他浑身哆嗦了一下，显然被我的样子吓到了。我错了，明朗，我真的错了。现在我1分钱没有，我爸我妈也把我赶出了家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你用孩子来勒索我？我没有，我只是想让仔仔能先安顿下来。那你就把孩子直接扔在我公司门口，还提前通知记者。我打断他，从桌上拿起几张照片，上面是他与几家小报编辑接触的监控截图。仔仔看着我们争吵，吓得缩在沙发角落，小声啜泣。我看着眼前这个女人，感到一阵悲哀。7年前我爱上的那个明媚张扬的女孩，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连亲生儿子都能利用的陈博，带仔仔去休息室。我吩咐道。陈博抱起仔仔离开后，办公室只剩下我和秦雨薇。我把一份文件推到秦雨薇面前，这是放弃仔仔监护权的证明，已放弃。我会把仔仔送到国外，供他到18岁，但是条件是我后半生不想再看见。秦雨薇的手抖得几乎拿不住文件，她抬头看我，眼里有怨恨，有绝望，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宋明朗，你就这么恨我吗？不恨你，我只是不想再和你有任何瓜葛。秦雨薇，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从你背叛我的那一刻就结束了。现在，请你也结束这场闹剧，给孩子留条活路。他盯着我看了很久，终于肩膀垮下来。笔呢？秦雨薇签署完的那一刻，手不停地在发抖。透过玻璃看了一眼仔仔后，就狠心离开了。我以为这件事终于画上句号，我给了一个背叛我的女人最后的仁慈，给了那个叫了我6年爸爸的孩子一条生路。但我忘了，有一个人一直在关注这一切。3天后，沈安怒气冲冲地闯进我的办公室。宋明朗，你他妈的是不是脑子被门夹了？我从文件中抬头，皱眉看他。怎么了？还怎么了？沈安把手机拍在我桌上，屏幕上是沈之英发来的航班信息。英英要走了，今天下午3点的飞机去伦敦。为什么？我嘴上这么问，但心里却已经有了答案。你说为什么？他等了你7年，眼看着你离婚了，以为终于有机会了，结果呢？你转头又和他一起上了报纸，你可真行。我想解释，可是话到嘴边又觉得很苍白无力。你只是心软，你只是放不下，你只是他妈的优柔寡断。我理解，你对那孩子有感情，6年不是假的，但你能不能考虑一下英英的感受？他看着新闻上你抱着秦雨薇的儿子，看着你给他们钱，他会怎么想？他会觉得你根本放不下秦雨薇，觉得自己在自作多情。我沉默地拿起手机，打开和沈之英的聊天界面。最后一条消息停留在2天前，他问我晚上有没有时间，想聊聊秦雨薇遗弃孩子的事。我当时正在处理集团紧急事务，只回了一句忙，改天，而他没有再回复。他什么时候决定的？我问，声音有些干涩。昨天，他来找我说想回英国继续发展。我问他是不是因为你，他没否认。明朗，我妹妹很骄傲，她不会开口问你到底怎么想，她只会默默离开。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1点45分。车钥匙给我。我站起身对沈安说道。沈安愣了一下，随即把钥匙扔动。红色保时捷停在地下车库 A 区。你最好快点，茵茵说她2点前到机场。我没有坐电梯，直接冲进消防通道，3步并作2步往下跑。28层，跑到地下车库时，我的腿都在抖，我的手机一直在震动。是陈博。少爷，2点半的董事会推迟，所有安排全部推迟。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
我几乎是吼出来的。是去找沈小姐吗？电话那头沉默了1秒，我没回答。原来周围人都知道，只有我自己还沉浸在过去。路上小心，少爷，沈小姐是个好姑娘，别让她等太久了。陈伯的声音里有欣慰。挂断电话，我猛打方向盘，超车变道，在车流中穿梭，脑海里闪过很多画面。7年前我结婚时，沈知音独自飞往巴黎的背影；几个月前重逢时，他递给我名片说他能让秦雨薇净身出户。这几个月，我忙着处理离婚，忙着接管集团，忙着对付秦雨薇和季浩然，却唯独忽略了那个一直站在我身后的人。他说可以等，但我不能让他无止境地等下去。赶到机场时，已经是2点25分。我冲进候机大厅，在人群中寻找那个熟悉的身影。国际出发，安检口前，我看到了他。沈知音穿着米色风衣，拖着一个小行李箱，正把护照和登机牌递给工作人员。他侧着脸，我看不出他脸上的情绪。知音，我大喊一声，冲过去。周围的人纷纷侧目，议论着这个在大庭广众之下狂奔的男人。沈知音听到急促的脚步声，下意识地回头。当看到是我时，他整个人明显愣住。我冲到他面前，双手撑着膝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领带歪在一边，平日里一丝不苟的发型此刻凌乱不堪。那套昂贵的高定西装也因为一路的奔波变得皱皱巴巴。这大概是我宋明朗这辈子最狼狈也最真实的事。明朗哥，你怎么来了？他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不敢置信的颤抖，那是压抑了许久的委屈。你要去哪？我直起身，顾不得整理仪容，死死地盯着他手中的护照，生怕下一秒他就消失在安检口。英国那边有个不错的职位，我想去试试。是因为我吗？沈知音沉默了几秒，在抬起头时，那双清澈的眼睛里已经蓄满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倔强的不肯落下。宋明朗，因为谁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不想等了，我太累了。什么？我不想等一个心里还装着别人的人，我不想我的爱情永远要排在你的前期，甚至那个不是你亲生的孩子后。他的声音有些颤抖，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我心里一慌，急忙上前想要抓住他的手。不是那样的，知音，你听我说，我对秦雨薇早就没有任何牵挂了，我只是什么？只是可怜他，只是放不下那个叫你爸爸的孩子。沈知音苦笑一声，后退半步，躲开了宋明朗的手。明朗哥，我明白，真的，你是个负责任的人。6年的感情，即使知道那个孩子不是亲生的，你也不可能说断就断。但问题是，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一种折磨。你需要多少时间来真正放下？1个月、1年，还是又一个7年？我的青春耗不起了。他抽回手，看了一眼手腕上的时间，深吸了一口气，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时间到了，我要进去了，保重，明朗哥。等等，我拦住他，手忙脚乱的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那不是求婚的戒指，也不是道歉的鲜花，而是一张皱皱巴巴的，甚至有些磨损的 A4 纸。沈知音停下脚步，疑惑地看着我手中的这张纸，眼神里满是不解。我展开那张纸，递到他面前，上面是我昨晚在办公室熬夜写的东西，字迹有些潦草，甚至还有几处修改的涂鸦。原本我是打算忙完这几天，等一切尘埃落定再去找他，给他一个惊喜。但现在看来，我等不了了，爱情也等不了了。这是我接下来3个月的行程表。行程表？沈知音眨了眨眼，依然没明白我的意思。在这个离别的关头，一张行程表有什么用？我的意思是，沈知音，如果你愿意，这些时间我都想留给你。我们可以从晚餐开始，慢慢来。你看，这周五晚上虽然有个跨国会议，但我已经推迟了。下周原本要去视察工厂，我也安排了副总去。我已经把所有能挤出来的时间都空出来了。我想让你通过这些时间去了解现在的我，一个已经处理完所有烂摊子，准备好重新开始的我。他愣住了，看着那张纸上密密麻麻的晚餐。知音，周末裴知音的字样，眼泪顺着脸颊滑落，滴在那张皱巴巴的纸上。我知道这几个月我忽略了你，我忙着复仇，忙着处理那些糟心事，仗着你的喜欢，就以为你会一直在原地等我。错了，真的错了。所以，如果你还是觉得累，如果你还是想去英国发展，没关系，这次话我来等你，我等你安检，等你登机，等你落地报平安，甚至我可以等你这3个月在英国处理完工作，或者3年，哪怕很久，我都等你回来。这一次换我做那个守在原地的人。沈知音看着我，突然破涕为笑，他没有任何犹豫，将手中那张通往英国的机票撕得粉碎，然后随手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里。下一秒，他像一只归巢的鸟，猛地跳进我的怀里，双手紧紧地抱着我的脖子。笨蛋，谁要你在原地等？我哪也不去了。我紧紧回抱着他，感受着怀里真实的温度。这一刻，所有的权利、金钱、复仇都变得不再重要。我终于找回了那个在7年前就该属于我的女孩。过了很久，直到广播里催促登机的声音响起，我们才分开。我牵着她的手，十指紧扣，依然没有整理那身皱巴巴的西装，但步伐却从未有过的轻盈。我们离开了机场大厅，走向停在路边的车。我们沉浸在重逢的喜悦中，谁也没有注意到，在机场大厅的一个阴暗角落里，有一道懊悔、嫉妒甚至绝望的目正死死地盯着我们的背影。那是走投无路，试图在机场乞讨碰运气的秦雨薇。或许那一刻，看着我牵着另一个女人的手，看着我脸上久违的幸福笑容，她后悔的想死，甚至想冲上来质问我为什么变心。可是她连站起来的勇气都没有。对于现在的她来说，我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而她的悔恨对我来说也已经不再重要，因为我已经有了新的生活。这一次是真正的幸福。